大家好，欢迎回到制胜法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速战速决的招数。就像目前的局面，白方走棋，白方可以选择按部就班的继续出子，比如出象，然后把车放到开放线上来，放到中心，双方将展开阵地战。还记得上期科尔乔诺伊运子从天而降的皇后，那里有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防守方离王近的车前兵挪动了。我们用最常见的黑方一位短一位的这种情况来举例，离王近的车前兵就是 H 兵，它已经移动了，所带来了一个快速制胜的战术。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再温习一下。本期我们来继续讨论有关这个车前兵的战术。首先，黑方的防守招法，这个 H6 这一步可能是有用的。从长远上看呢，它打开了一个洞，可能会避免以后的直接的这种底线将杀的方法。而短期内呢，白方的轻子，比如象和马都不能利用这个 G5 格了。然而它的坏处呢，就是在 H6 上的这个兵呢，很容易会成为攻击目标。那么什么情况下对它的威胁是最大的呢？通常的进攻方可以选择王翼兵风暴，比如推进骑兵到 G5 来攻击这个 H6 兵。但那样，第一，速度慢，黑方可能组织有效的反击手段；第二，由于白方也是王翼的短一位，所以骑兵离开了，自己破坏掉自己王前重要的保护者，对于自己也是危险的，所以并不推荐。那这里呢，有一种速战速决的方法，对于 H6 的兵特别有效，它会成为白方黑格象弃子的目标，就是它。这里呢，就是象吃 H6 的兵。这样的结果呢，是白方会有一象换掉黑方王前的两个兵。到这儿呢，黑方虽然子力占先，却失去了宝贵的王城，白方威胁在 H7 将杀，下一步就要在象的保护下在 H7 将杀了。黑方不会有什么像样的抵抗的，比如这里经常会走的 F5 拱兵来挡住这个白格象的通路。但是白方呢，会有后到 G6 将军，黑方挪王，然后呢，白方有致命的马跳 G5 的这一步，这是最常见的马后的组合，马在 G5 格，后随时可以杀到 H7 或者 F7 格，这已经是一步杀了。或者呢，黑方可以在白方后到 H6 之后选择挪车，给王一个逃生的路线，但白格象的通路现在是畅通的，接着象到 H7 将军，黑王是逃不掉的，他不能从这边走的，所以他还得回到 H8， 这里就不需要马的帮忙了，象和后两个人一样可以解决战斗。所以这里首先呢，要退象一步到 G6 散将，黑方王到 G8， 和之前象在 D3 的时候是不同的，现在象在 G6， 他突然间也控制着 F7 格，所以后到 H7 先将，黑王挪到 F8， 最后呢后吃 F7， 一样是将杀。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开始这个局面，如果没有办法立刻给对方将军，一个大胆的进攻的思路就是对于王前的这个车前兵 H6 兵可以大胆的弃象，攻势是非常大的。不过请记住呢，如果做这样的事情需要有前提条件的。第一，进攻方可以用象换掉王前的两个兵之后，对于对方暴露的国王可以进行大量的将军。第二，防守方的国王附近没有足够多的防守者，所以无法在进攻方后续攻击时重新组织防线。这里我们看黑方的后马象都在后翼，完全没有参与到王翼的防守里，给了白方弃象的充足的理由。以上的两个因素呢，可以证明这种弃象是合理的。白方需要额外的几步来调动的其他的子力，比如马或者车，来参与到后续的对防守方国王的进攻中，以达成致命一击。所以这个战术呢，不是立刻可以得子的，或者立刻将杀的，而是制造对方王城的防守空当，然后用后续的子力来巩固优势。好，下面的局面，白方走棋，目前双方一看呢，就是开局完成不久，只有一个兵被换掉了，其他的棋子还都保留着。如果正常的走棋呢，白方这是 Collie 开局，他会把自己 F1 上的马会跳到 G3 去参加王翼的进攻。但这又到了我们速战速决的时刻了，满足我们的战术条件吗？白方可以弃掉自己的黑格象吗？这样换取黑方王城的这个前面的两个兵 G 兵和 H 兵，接着后会有一系列的将军。
所以第一个条件是满足的。但第二个条件呢，黑方能够在白方后续子力上来持续进攻的时候组织有效的反击吗？或者说有效的防守战线吗？和上个例句不同，黑方有马在 F6， 那么黑方的防守者足够多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象吃 H6 兵，按照我们的思路先走一下，黑方来接受换子，后上来 F6 的马现在是无人防守的，黑方是挪象来回来防守住 F6 的马。由于 F6 的马在这儿，白方没有立刻在 H7 上将杀的这种可能性，但这个王城的损伤是永久的，所以我们看之前的弃象杀兵是绝对的好棋。这里第一个条件，白方在弃子后是有大量的将军的，比如后到 G5 然后再回到 H6， 至少是长江河棋，而黑方如果敢垫马的话，那一下就被将杀了。而第二个条件呢，白方这里可以有持续的增援部队上来吗？比如因为黑方 F6 上的马在防守着重要的将杀格 H7， 所以它不能动。白方呢现在就可以跳马到 G3， 然后准备来 H5， 然后威胁吃这个马。同时呢又威胁到了一个新的将杀格，那就是 G7 格。白方或者呢可以车到 E3， 然后把这个马挪开，车来到 G 线也是有足够的杀伤力了。所以我们先看，如果最简单的马到 G5， 又是马在 G5，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格子，白方一定有将杀了。比如黑方需要挡住白方现在白根象这个通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他会拱兵 E5 来挡路，白方继续跳马到 G3， 黑方持续 E4 拱兵。好，现在呢白格象的线路被关闭了，但白方的马是时候发挥作用了，马跳 H5。 好了，现在 G7 H7 这两个格子都成了将杀格，黑王是难逃一死的。所以我们返回到开始的局面，所以我们说前提的两个条件都已经满足了，弃象攻击是可以的，水到渠成。但黑方如果真的中了这个战术，其实最好的走法呢，并不是用兵来吃象。这个时候黑方就应该认了，这个兵就送给他了，需要做的是马上退马到 H7。 这样做的目的呢，其实是防守住 G5 格，不让白方的后上来。马上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后上来是有生命危险的，这就是不吃象的原因。即使这样呢，白方已经多得了一个重要的兵，可以稳扎稳打了，其实完全可以把象再退回来，也可以跳马到 G5 继续进攻，所以白方在这个局面下一定是占优了。好，最后一个例局呢很有意思，大家可以暂停思考一下。好，由于呢黑方极度的钟爱 A 线，他把重兵都放在了 A 线里边，导致的两翼兵力对比悬殊，白方的马、象和后足以发动一场攻势了。还是我们的主题，白方可以大胆的弃象换 H6 的兵。注意，现在的关键是怎样吃掉这个 H6 兵。白方如果用马吃呢，那么其实只是一步的威胁，黑方可以简单的挪王就可以了。由于白方后来到王翼的这两个关键的格子，一个是 G4， 一个是 H5， 现在都被黑方在 F6 的马所控制着。白方接着是没有办法快速的增加子力来增援这匹马的，而黑方的防守者马上可能就杀到了。比如白方想通过后去 H3， 通过 F3 准备去 H3， 那黑方呢只需要简单的把马回到 H7， 白方就没有办法了。通常 F6 的马呢就是黑方王城最重要的防守者。我们返回到吃兵前的情况，所以这里对于白方来讲最有利的走法是后到 E3， 准备用后去吃黑方 H6 的兵，到时候就是马在后面，皇后在前面，这才是真正的将杀模式。这里呢黑方拱兵是没用的，因为白方要的是 H6 这个格子，然后到 G7 去将杀的。那如果黑方跳马来保护这个兵呢，那白方可以后到 G3 抓死这个黑方的马。而黑方如果拱兵到 H5 呢，白方有 H3， 这样就更糟糕了， H 线也将要打开了， H1 上的车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又一个增援者会杀到。所以这个局面下黑方没有向上来跳马，而是向后回家，目的是呢马将来到 G7 来参与防守，而 H6 的兵呢可以不要了，反正白方第一步已经损失了一个象，
这里呢，白方后杀兵，白方威胁下步马到 E7 的一步杀，黑方调后回来防守，但现在我们会发现黑后这一下变成了无人防守的棋子了。这里白方可以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后的一系列的漂移运子，就是利用不断的后的将军来达到最后吃掉黑方后的目的。我们看后先到 G5 将，再到 H4 将，再到 G3 将，看白方的终点就在前面了， H3 格。现在呢，两个后之间隔了一个马，而这个马随时可以散开去将军。接着白方漂亮的马将，黑方的后就丢了。整个战术呢行云流水，不过他们的源头确实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第一步的气象进攻，速战速决。那有的朋友会问，那如果第一步不用象去吃这个兵，而是用马去吃这个兵会怎么样呢？其实这样就不好了，这样呢王翼将剩下象和后，这样是不容易给王城造成大的伤害的，因为防守方的王可以走到与象不同颜色的格子里去，再让其他的子弟来防守住这个将杀格就安全了。这里双方会交换，黑方只需要挪王到 H 线，然后再把车放到 G 线上来，唯一的危险的 G7 格就将不再危险了。所以这里走王到 H8， 如果白方吃车呢，那黑方是很高兴的，相当于黑方用一车两个兵换了白方的马和象，而白方的攻势就此却停下来了，一个后是没有办法威胁到黑王的安全的。黑方的局面呢反而变得好了，因为他有开放的蓟线，况且白方在西4上的兵马上就要丢了，一定会丢兵的，黑方已经是领先的局面了。好，以上呢就是本期在边线气象吃兵打开王城缺口速战速决的实战技巧，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次再见。